好，我们今天画今天的第二朵花。第二朵花我们画在这个右上啊，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啊，右上的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就画在这个地方了，稍微的偏右一点点啊，稍微的偏右一点点，尽量不要在正中间啊，稍微偏右一点点的位置。那这一朵我们就画一朵这个。好，来，我们画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在不在我们的镜头下面，移一下，尽量让我们的花在我们的镜头正中间的这个位置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开始画，还是一样的颜色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把笔洗一下。笔上如果前面画花的颜色有点脏，你尽量去把它洗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底色再重新搅一下。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这个时候我们蘸一点点玫瑰红哈，蘸一丁点玫瑰红，一丁点玫瑰红来试一下哈。蘸一点玫瑰红，还要蘸一点什么吗？看一下这个珠标也不太行呢。蘸一点这个牡丹红吧，不是这个曙红吧，加一点点曙红吧。好，加一点点曙红。好，这个花的话还是一样哈，很多的这个碎花瓣啊，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大家看一下，咱们画这个碎花瓣，感觉这朵花有一点朱砂啊，咱们加一点朱砂吧，加一个朱砂吧。好，加一个朱砂。来调一点点朱砂哈，调一点点朱砂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朱砂，调点玫瑰红。来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玫瑰红。前面这个花你不管画的好不好，就是不管画成怎样，只要你最后你能够把它有能力把它整理好，是吧？你有能力把它整理好，你这个花的话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这里底下来一个花瓣啊，看得懂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有没有看不懂的？好，来一点朱砂，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来点这个玫瑰红，来点曙红，来点胭脂，把这个深色地方啊，缝隙里面深色地方加一下。好，还是一样啊，深色地方我们肯定要保持它深嘛，颜色要深嘛，是吧？要有这个深浅变化呀。好，这一笔太深了一点。加一点点胭脂哈，深了，干脆把下面这个深一点的，把它先画上，用点的方式啊，有的笔法你用点的方式去画，它会有一个笔触，也特别好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画这个上面的浅色的，浅色如果你笔上的颜色很深的情况下，你把笔去洗一下，不要怕麻烦，去洗一下。
来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调一点点玫瑰红啊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虚的花瓣啊，很随意的去画，调一点朱标、朱砂哈，不是朱标啊，说错了。好，来一点玫瑰红，笔尖上来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种虚的花瓣很随意的去画，来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一丁点玫瑰红，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底色在画这个虚的花瓣。虚的花瓣基本上都在底色在画。来调一点点朱标，调一点点朱标，朱砂哈，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些虚的花瓣啊，把这些虚的花瓣一层层的往上画啊，一层层往上画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接着哈，继续来接着画。好，这里还可以，下面还可以再来一层花瓣啊，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蘸一点玫瑰红，一点朱标，来这个曙红。好，底下再来。啊，底下再来加花瓣啊，一层层去加。好，再加一点胭脂哈，笔尖上加一点胭脂。越到下面，这个颜色慢慢的会变深一点点哈。来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来点朱标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大红了，直接用这个曙红和胭脂就可以了。大红这个时候可以不用。好，这个球这里基本上差不多了啊。当然，这个球最后我们可能形状上啊、姿态上可能还要去整理。注意，我们画这整朵花的这个颜色的一个深浅变化，颜色的这个变化很重要哈。好，这一笔的话，我们中间加深一点点啊，加深一点点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底色再加深一点啊，把这个三绿和胭脂都加进去啊。
来，我们加一点底色啊，底色调好之后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那加点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调这个玫瑰红。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，调点胭脂哈，底下就调玫瑰红和胭脂就可以了，直接玫瑰红和胭脂，深一点的颜色去画底下的这个大花瓣。好，先来一个啊，先来一个，再加一点点啊。再可以加一点点曙红，加一点胭脂啊，曙红可以加一点，加点胭脂。哎，好像还不够红啊，不够红，再加一点啊，再加点曙红，加点胭脂啊，底下的花瓣让它更深一点啊，底下大花瓣一样的颜色更深一点。好，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再沾一点点这个曙红胭脂。好，再沾一点曙红胭脂哈，沾一点曙红胭脂，曙红胭脂。这个花瓣我们把整个笔肚按下去啊，整个笔肚按下去，画大一点。还按的不够啊，这个整个笔肚还不够，整个笔肚都按下去啊。来，中间地方再加一点曙红，再加点胭脂，把这个根部这里没有不够深的地方，再把它加深一点哈。这个根部一定要够深哈，不够深的加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整朵花是慢慢调整。好，这里加一个。沾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蘸玫瑰红，蘸这个胭脂哈，蘸玫瑰红，蘸胭脂。来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整个笔肚按下去啊，来点出一些这个花瓣来。这个花瓣点出来，让它花瓣的形状啊、姿态上有一些这个。来蘸一点胭脂哈，蘸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瓣形状有一点不太好看，外形不太好看的话，我们待会儿最后我们还要去调整啊。最后我们还可以再去调整。好，再来蘸一点点颜色，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不要太多了。这个地方再来加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个花型现在看着是不是不太好？不太好就对了。来，再补充一点底色。花型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来，你最后画花瓣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说按照这个真花1比1的去画。最后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按照这个真花一个一个花瓣的去对，你要根据这个画面。好，这个底下花瓣画完之后，我们调底色，再调底色，调底色来调整这个调整这个花型。你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哈，可以蘸一点点胭脂。来蘸一丁点颜色进来就可以了。基本上你用底色就可以了哈，不用蘸颜色，直接用底色画也是一样。
或者是直接蘸一丁点这个胭脂进来。好，蘸一丁点这个胭脂也可以。好，蘸一丁点哈，不要太多了，让它更加透一点，或者是你直接蘸一点点三绿也行哈，把三绿调一点点在这个盘子旁边和胭脂一起，让它有一点点脏脏的颜色进来，它会更通透一些。好，会显得更加通透。这个时候调整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坐起来坐着你看不清楚，你们可以站起来哈，站起来去调整，你可以看得更远，看得更清楚啊。好，花型还是需要调整的。然后这个绿色我们可以在中间也加一点点啊。不是绿色啊，就是这个脏脏的颜色，在中间这些花瓣里面也加一点点。注意一下细节。好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哎，底下我们也可以再加一点点哈，底下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啊。好，可以回一下笔，蘸一点点胭脂回一下笔也可以。一丁点胭脂来回一下笔啊。边画边回笔也可以，画完之后再统一的回笔，统一的回笔它更整体一些，因为你能看得到整体的这朵花的这个效果，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哪里需要回笔。哎，这一笔有点深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回笔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深了，稍微有一点点深，要浅一点哈，回笔的时候要浅一点。好，那这一朵花就可以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两朵花，两朵花都是比较浅色的啊，干了之后它很通透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画这个花和叶子了啊，画花和叶子了。好，来我们开始画它的叶子和枝干哦。开始画叶子枝干。好，我们来画叶子枝干。我们先调一个画叶嫩叶的颜色。嫩叶我们直接用这个盘子里面啊，这个盘子里面有这个黄色的，再加点三绿，再加点三绿，然后胭脂哈，应该胭脂，把这个胭脂弄过来。好，这是胭脂。我们先画一条嫩枝干，先画一条嫩枝干，安排一下叶子的一个布局，用这个黄色加绿色，藤黄加三绿啊，这里是鹅黄，鹅黄也没有关系，用鹅黄也不是问题哈。用鹅黄也没有问题，水分不要太大了啊。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枝干怎么走。这个纸有点不平，要压一下。如果纸不平的话，这个枝干很容易把它走到不好。好，从这个花心正中间出来。
好，让它有一点点这个姿态啊，有一点姿态，不要直直的下来，不要直直的下来，这样直线下来，整个画面会没那么好看啊。好，来这边哈，这边也要加一些叶子啊，比如说这里可以加一组叶子，然后叶子还可以往上伸开，伸出来一些，然后这上面也是，上面也是要加一些叶子的啊。然后这一组的叶子我们来安排一下，黄色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啊。耶，这个纸不平哈，你看这个纸不平，这里画成这样了。好，我们就画这么短啊，可以把它遮住。这些枝干啊，没关系啊，它有的时候有的可能都会被遮挡哈，都会被遮挡。大概你就知道哪里长叶子，主要是画这个枝干出来，是为了让你知道哪里长叶子。好，我们画叶子用这个三青吧，用三青加墨哈，这种淡色的用三青加墨画叶子特别好看。好，这里是三青，三青我们太跳了，我们颜色里面加一点墨哈，还要加点墨，加点水。来，我就不拿在这个画面下了，我讲出来了，你们不拿在这个画面上，拿在画面上，我怕等一下把画面弄脏了哈，因为有的时候我把它拿到镜头下面，结果把这个不小心就把这个画面给弄脏了。好，加墨哈，加一点墨，把它调和，三青加墨，来看调成这种稍微黑一点的颜色，不要那么亮。三青加墨，好，三青加墨的颜色调好之后，我们笔尖调这个浓墨啊，笔尖再调这个浓墨来画叶子。好，我们一组组的开始哈，现在这里来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是一片叶子，再蘸一点墨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里来几片叶子，让它进瓶子里面啊。就不一定说这个叶子就出来了，它在瓶子里面也有可能。刚好这个叶子它到瓶子里面去了，你说它是不是有可能到瓶子里面去？是不是很有可能？好，来这里再来一组叶子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笔上的太干了，加点水进来。好，蘸点三青，蘸点墨。蘸点三青，蘸点墨。
好，让它这个叶子里面还有这个重叠的啊。好，这是这一组叶子，再来蘸一点三青，再加墨，三青加墨画这个叶子。好，来画这一组吧。把这一组，把上面的先画，前面的这个先画了，后面的我们需要加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加。三青加墨，我这一笔水分有点大。好，继续来三青加墨，不要蘸太多啊，颜色不要蘸太多。好，有的时候来一些侧面的。好，继续来三青加墨，画这个叶子。镜头再拉高一点点。好，这组叶子可以伸得长一点点。当然也不要太长。好，三青加墨，继续来画叶子。好，继续来上面这里来一组。这一组叶子跟这一组不要平行了，这两组很容易把它画平行了。来看一下这一组该怎么画好。怎么画好呢？好，让它伸出来，直接让它伸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大概的叶子都画了，整体画面感就会觉得有点散了哈，已经很散了。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第一层的叶子画完？那还有后面的层次啊，后面层次我们还要继续加叶子，把密的地方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，就是把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些。好，这些地方哈。
好，先把这个叶柄先夹一下。好，我们有一些叶柄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夹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些叶子怎么走，需要哪里还要加，哪里需要补充。好，来补充一点颜色，我们在这个缝隙这里补一片叶子，然后再补充一点颜色，把这些看一下哪里这些缝隙里面可以补充一点点后面的一个层次，让这个密的地方更密一些。好，还有这个花的边缘这里再整理一下，把这个花凸显出来。好，你看这边底下这一朵花也是一样，把花的边缘再整理一下，同时也是让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些。密的地方更密，跳出来的这个叶子它就更凸显它的这个姿态。好，咱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在这个地方再补充一组叶子。好，这个上面再来一片叶子。墨色少了，再补充一点墨。后面这里来一组这个虚的叶子。往这个底下再来补充一片叶子，然后的话，我们因为待会儿可能上面还要画一朵花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花的这个周边用叶子把这朵浅色的花给衬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这一朵后面加一个虚的花在后面，这个地方的话让它产生一个虚实的关系，也让它这个画面的这个更丰富一些吧。那后面的花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用深一点的颜色去衬，我们调一点这个竹标大红，也调一点曙红吧，加一点曙红，稍微深一点哈，颜色稍微深一点。然后因为这个小缝隙里面不是很好画，所以大概画出一个花型就可以吧，不用太细致的每一片花瓣去把它去对啊，就是稍微有一些深浅变化处理就可以了。那后面这一朵就深一点啊，红色系啊，没有蘸这个玫瑰红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还是一样珠标大红、曙红，也不要太大了啊，边缘这里要稍微浅一点点，主要就把它的一个外形画出来就可以了，边缘这个外形整理出来。这个只要漏了这个白点，里面都要画一点点颜色上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啊。看了整体之后，我们还要再调整。现在看着这里这个叶子有点斜上，有点一排，
可能我们还要加一点叶子来衬托一下啊。这个地方可能要加一组叶子衬托，不是衬托啊，加一组叶子来破这个旗的地方。对，这里就是这3片叶子啊，有点对齐，这个位置稍微破一下就可以。当然看是加一组还是加一片啊，这个要思考一下啊，好好思考一下。就是一旦加太多了，整个画面的叶子，都会显得这个有点奇怪。好，我们加一组稍微淡一点的，先加一组在这里啊，先加一组，待会儿我们再看情况啊。淡一点也让整个画面有这个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出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把它破开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整体，哪里还需要调整。就我们画完之后，大胆的去画，后面还要细心的去收拾它。好，往下拉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上面是不是要加一点什么？加点上面有点空啊，我们整个画面上还没有这个印线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老枝干进来。这个老枝干也不要直上，稍微让它有一点点这个姿态，有一点点这个走势，也可以往斜一点哈，斜一点去走到这个右边来。好，也要画一些这个分支。这里看一下，可以直接到顶吧，我觉得画到顶也可以啊，直接加上去吧，加到顶。然后再整理一下枝干，加一些抬点。枝干只要画出它的这个变化，浓淡枯曲直的这个变化，这上面啊画到这里来啊，差不多到顶了，或者是直接到顶都可以。直接到顶吧，直接加一笔到顶。好，再来一支。枝干要有浓淡枯曲直的这个变化，记得我们枝干画不好的家人们，按照课程里面有单独的去讲枝干的地方啊，多去看，多去练。只要大家多练多画，都可以画得好的，相信自己啊。好，用一点黄色，用一点这个胭脂，可以画上一些小嫩芽。
好，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一夹的东西有没有夹的，会不会有点会不会奇怪？再来一点点淡淡的叶子哈，像这个后面啊。好，淡叶子的层次。勾叶筋的时候，不要用太浓的墨去勾。感觉这里还少了一点什么似的，还少了一点什么，再来画一点东西啊，还是少了一点什么。好，这里再来画一个山石吧，画一个石头吧。这里再来画一个石头，感觉这里还是空了一点点啊，空了一点，咱们加一个石头进来。好，用这个墨，淡墨加浓墨，浓墨加淡墨。好，先来一个孔，一个大孔，接下来一个小孔。大概画出它的一个形状。好，而且你要看着这个石头等要多大，要看着它的位置啊，看着这个剩下的这个位置该有多大，我们就画多大，该画多大就需要多大，咱们就画多大。
好，慢慢往下，用一些枯笔了。感觉这里又要开始大一点点啊，因为看着这个形状外形来，沾一点水，沾一点墨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孔。亮的地方我们可以蹭一点点啊，蹭一点点这个枯笔进来，像这种留白的地方可以蹭一点枯笔进来。你看，要有深有浅有变化，这个石头它呈现的这个效果才会好看啊。好，再加一些点啊。就是很随意的画了一个石头，今天也没有说很认真的去，这是一个配景。因为像如果说像我们几条屏，那个石头是主要的景，石头就在这个画面的这个最前面，我们把这个石头就画得很细。那这个石头的话就没有画那么细致啊。好，再往上拉一点。基本上我们再把这个瓶子再看一下用一点什么颜色，画一下什么颜色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瓶子我们可以用一点点墨，用一点点墨走一下。走一下这种纹路，用这种枯笔啊。好，枯笔走一下，然后等它干了之后，要等它干哈，干了之后我们再加一个什么颜色，现在不加。好，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加个颜色上来就可以了，随便加一个颜色就可以了。那这幅作品基本上初步就这样子完成了，初步就这样完成，大家觉得喜欢吗？加点赭石可以啊，加点赭石可以。
等它稍微干一点再加。如果湿的话，你再加颜色它会晕开啊，会晕开。花心这里有加花心，那朵花就不想加花心，就那样子就可以了。本身那朵花上面也是没有花心的。喜欢吗？这幅作品？大家好，我们这幅作品的话，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已经完成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下整理啊。看一下需要怎么整理。就像这中间这一块啊，全部都是墨色，我们肯定是要把颜色要把它，这个颜色让它破一下，看把哪一块的颜色把它提出来，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加点三青。好，在这些，另外来一个盘子啊，把这个石头加点三青啊。石头加一点三青进来，让它这个颜色这一块的颜色跟叶子的颜色稍微的接近，不要让太多，整个画面不要太多的颜色。好，染一点这个三青色进来，也不要太深的颜色。我们先淡淡的一层，如果说想要提升的话，想要更深一点，我们再把它加深就好了。好，用淡淡的这个三青，或者是你们用这个花青色也可以啊，淡淡的花青或者是三青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再把有一些想让它更深一点的地方稍微提升一点点啊。这上面这里更蓝一点啊，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深浅变化。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，让它稍微有一点深浅变化。就尽量不要让颜色完全是平的嘛，啊，处理一些深浅变化出来。好，这样子这个石头就可以了。石头可以的话，然后这个瓶子的话，我们加点颜色。瓶子的话，我们看加什么颜色呢？也是要用它的这个在这个画面里面去找颜色，不要再有第三种颜色或者第四种、第五种颜色。咱们在画面中找颜色，画面中这个绿色，找这个绿色哈。这个盘子里刚好有一点多的绿色，也就是我们画这个嫩叶多的绿色呀，有三绿啊、什么藤黄之类的这些绿色。淡淡的一层啊，这个瓶子不适合把这个颜色画得太深了。好，淡淡的一层颜色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颜色待会儿干了之后它会更淡一点啊。现在的话它已经很淡了啊。也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深浅变化，让它慢慢变淡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像这些地方我们直接杀一点水进来也可以，加点水。
让它稍微有一点这个深浅变化，这样它的颜色整个颜色把它协调一下，协调一点。现在我还是感觉这个佛手的这个颜色还是有点跳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佛手我们怎么整理一下啊？要不来点这个土黄色吧，用土黄色，或者是用什么颜色？用土黄，我找一个土黄色，焦茶色，焦茶或者赭石。没有土黄我们就用这个，没有土黄咱们就用赭石和焦茶，好不好？用赭石吧。好，我们调一点赭石先试一下。好，可以，差不多可以啊。好，把它平涂一次啊，因为它本身里面是有颜色的深浅变化，里面是有深浅变化，我们再涂一次颜色，它不会影响它的这个颜色的这种变化。颜色它也不会先指，它就是这么神奇，就是你干了之后你再加颜色上去，它颜色不会混。就是因为它现在太亮了，我们把它降一下它的亮度，加一层赭石啊，现在是加的赭石，本来是想加土黄，那我刚刚没找到这个土黄的颜色。对，降一下它的亮度啊，因为它有一点这个很嫩的这种黄色。降了之后，我们这个就是调整画面啊，就是你最后画完之后，把这个画挂在墙上，看着哪里不舒服，哪里需要调整的话，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啊。好，看一下还够不够，不够的话我们再加一层啊，再扫一层，把它的亮度，把它的这个亮度给降下来。但一定要调均匀啊，如果万一你有没均匀的，它就会成一坨啊，这里就太多了，下手太狠了，这一笔下手太狠了，不要调那么深，淡淡的一层啊，因为赭石它不是实色，它是比较透明的颜色，所以底下的颜色还是能透出来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灯把这个灯给衬出来了？其实这个灯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画面中，其实也要表达它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景啊。灯衬出来，花灯，第一视觉是花，第二视觉是这个灯，这样子它的视觉顺序就对了啊，不然的话整个这里就成一片了，找不到。然后的话，刚刚画面这个也特别跳，因为它特别黄，是那种亮黄，亮黄的话特别耀眼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，还有就是上面的红色的花在底下没有出现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出现一点哈，出现一点，可以掉落一些花瓣，或者是画一点什么都可以。看看这里要不加一点东西啊。看看这里要不要加一点什么好，感觉这个地方好，那个地方现在还是不加，我们把底下加一些花瓣上来。来，这个花瓣的颜色没有了，我们来一点颜色进来，来点玫瑰红和胭脂就可以了。还是加一点底色，还是画花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现在后面整理画花的颜色已经洗掉了，如果说你们没有洗掉，你们直接就用画花的颜色就可以了。盘子里多余的颜色加一点进来，就用画花的颜色是最好的。我们
画一些这个散落下来的花瓣啊。好，玫瑰红加胭脂。好，就是这个快密的地方，让它很密啊。好，然后水分大一点，水分大一点，在里面，这里面点一些这种，就是感觉它很碎很多。一些虚一点的。哎，这个没有调均匀啊，颜色还是要调均匀啊。好，这里跳出来几颗。好，差不多可以啊，差不多可以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加一点草啊。后面可以加，刚刚我想着这里加一点什么东西，没有想到加什么，我们加一点草吧。颜色不要太深哈，稍微浅一点的颜色。那这个草是怎么长的呢？我们就不去管它，它有可能是后面有瓶子，只是我们没有把那个瓶子给画出来而已。那它这幅画明显它不是说很自然界啊，那它后面还有瓶子也有可能啊。那是在这个图里面长的啊，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。就是这个是去想象，我们不用说有些东西不用说一定要把它交代清楚。有些因为为什么我要解释呢？因为有些家人就是太较真了，他会问这个叶子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这里会有一种叶子？就是因为这个缝隙里面感觉稍微少了一点东西，我想把它加一点东西，所以我就加了一组叶子，明白吗？好，这幅画的话现在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完成了啊。本身我这幅画我还想做一个底色，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整张纸都变成一个仿古色这样子的。我们先挂上看一下，让这里干一下再看情况啊。如果不做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再做的话就我们再来录，好吧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这幅画的话现在该整理的都干了。那想把它做一个底色啊，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仿古色。好，咱们把它做成仿古色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这幅作品的效果。那我们先调一个仿古色，调色的话，我们是慢慢去调出想要的这个颜色啊。我们可能主要的是要用这个焦茶和赭石这两种颜色
然后我们调完之后，在纸上慢慢去尝试赭石，然后放一些焦茶，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进来啊，加一丁点胭脂进来，可以放一点点这个三绿。这个可以放一点点三绿进来。好，我们先来调，先试啊，先试一下这个颜色，调完之后的效果。然后如果说还要加其他的颜色，我们再往里加。这个颜色一定要调稀，调稀一点哈，所以加水，加水是加了很多的。用一个换一个大一点的吧，换一个大一点的碗。你们用大一点的碗去调，小一点的很容易把这个调的让它跑到外面去了，所以用大一点的碗。我们调的时候这个幅度可以大一点，也好调一些。现在看着还是太偏红了，再加点三绿。太偏黄了啊，太偏黄。好，三绿再来一点。然后焦茶也再来一点。好，我们再加点水，还是颜色还是稍微浓了一点啊。这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哈，基本上差不多。赭色。那么涂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涂这个底色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这个纸喷湿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先把纸喷湿。我们先把这个，基本上是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喷湿。整张空白的全部喷湿啊，有一些在镜头上看不到，你们就喷就好了啊。喷到这种潮湿的这种状态。好，喷湿了之后，我们开始来，可以用这个排沙，用笔的话它可能太慢了，我们画画的话都可以都准备一个这个排沙，用排沙去沙，它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我们沙的时候要刮一下这个水哈，水不要太满了。
因为落下来这个花瓣最好是不要杀掉。最好是把它留出来，我们借助一下小一些的地方用笔。看这个笔上有颜料，把它露出来，它这个散落下花瓣会更亮。如果把它杀进去，它的颜色会综合，会把它亮度降低。其实这个瓶子的话也可以的。这个花瓶的话也可以把它颜色降一下，加点水，把本来杀过底色的这一支再加点水，加点水淡一点啊，把这个花瓶杀一遍。好，它的颜色上还是有区别啊。如果一次不够均匀的话，还可以再杀第二遍啊。最好是这个每一遍淡一点啊，慢慢加深。好，再用毛笔啊，把这些细节缝隙里面，我们用大沙子杀不到的地方，再用毛笔去整理。好，这些里面中间非白的地方都加上一点啊，有缝隙的地方。好，看到有一些不均匀的地方，你再用笔再扫一下。好，基本上这个现在不能挪动，所以我就不挪动，直接等它干，好吧？你们也可以尝试的做一次底色。